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年轻人肩上的负担越来越重，老年人开始意识到养儿防老的不靠谱。幸好国人一直秉持着未雨绸缪的理念，有为自己存养老钱的传统。据研究表示，老年人想在一线城市安心养老，就算不住高大的公寓，也需要300万以上的资金。如果是在2、3线城市，也要至少100万才能放心。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外打拼，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为缓解老年人身心的不平衡，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型养老方式——抱团养老。几对夫妻不依靠子女养老，而是共同住进一套大房子，一起吃饭、娱乐，搭伴同居。新事物的出现，往往让人感到新奇，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抱团养老亦有利有弊。抱团养老表面上是解决了子女的养老压力，让老人的生活更丰富热闹，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张阿姨今年65岁，与同龄的陈大爷携手相伴有40年，两人住进西南城市的一个老破小，一儿一女都已经结婚生子，在沿海城市定居。老两口有点孤苦伶仃，早年2人还能游山玩水、唱歌跳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过了60，身体素质明显下降，如今只能在市里走走逛逛，去外地长途奔波就有些吃力和疲乏。但2人依然心潮澎湃，不肯向命运低头，想过有滋有味的晚年生活。一天，张阿姨听人谈到抱团养老，一时间兴趣盎然，不到1周的时间就组建起了养老大队。抱团的短期新鲜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摩擦，张阿姨找的都是熟人，2对是同小区的夫妻，还有2对是曾经的同事，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错。5对夫妻便在郊区合租了一栋别墅大院，每家出资30万。新雨的院子里，四方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清凉，和着淡雅的草木香。青白色的发丝闪烁着清晨的光芒，踏着地上白白嫩嫩的小乳石。一时间，老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充满活力，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岁月。傍晚时刻，饭香飘墙而出，天空仿佛抽象的大壁画，点缀着星星亮亮。一轮明月在天河的漩涡里恣意挥洒圣洁的光辉。5对老夫老妻过了年轻气盛的年纪，待人特别宽容大度。住在一起之后，大家深邃的眼睛里再也看不见寂寞神伤。亲切的时光，每一段都耐人咀嚼，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为了彼此的相遇才存在一起。但是3个月的新鲜感飞驰而去，接下来的日子却愈发显得难熬。比如张阿姨发现自己的护肤品、纸巾屡屡被人使用，消耗特别快。1对同事夫妻不讲卫生，弄得厨房脏兮兮的，也打扫得不够干净。大清早，1对邻居夫妻自带起床气，见到谁就是一顿情绪输出，把大家弄得一头雾水。还有1对时常抱怨自己的饭量比较小，但消费必须 AA， 很不公平。张阿姨原本以为熟人之间就可以免去柴米油盐的摩擦，殊不知1对相爱的情侣结了婚都有数不尽的争吵，有进入围城的无奈，更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没有爱情的情人呢？很多人看起来特别友善、热情大方，这只是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在群体面前表现出来的礼仪社交。回到家关上门，
就会做回真正的自己，变得随意邋遢，不修边幅。和睦的氛围逐渐消散，不同的生活习惯把温馨的抱团小家打碎成泡沫，生活的疲惫也悄然而生。2. 从温暖惬意的养老圣地到私自牟利的营销平台，这栋别墅原本是大家为了过上温暖惬意的晚年生活才聚到一起的养老圣地，没想到除了日常生活的摩擦，逐渐变得失去了初衷。张阿姨发现，除了养老，很多人还有很多别的居心，比如其中一个同事陈阿姨，退休后做起了保健品销售，还把客户目标转向了同一屋檐下的其他人。张阿姨的丈夫陈大爷一向心软，就被陈阿姨怂恿着买了3万的保健品。事后感觉自己像被抱团的镣铐捆绑了一样，很是憋屈。其他几对夫妻由于反感陈阿姨的保健品推销，除了吃饭，很多时候故意避开接触。陈阿姨感到大家在故意排挤她，心里很不满，嚷嚷着要退出。而邻居吴大妈由于常年跟老板关系不和，被老板大骂没有女人味，导致吴大妈跟之前的同事黄大爷越走越近。2个人经常约好一起看书、写字、唱歌、跳舞。吴大妈跟丈夫吵完架，就索性晚上和他挽着胳膊出去散步。2个人说说笑笑，就像一对刚认识的小情侣。吴大妈的老伴为此关起门发了很多火，吴大妈却认为无可厚非，解释只是朋友一样聊天散步而已，明摆着老板心里龌龊。昔日莺歌燕语的别墅小院，现在除了沉默就是不断的争吵，不同家庭间火花不断，有的夫妻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吴大妈、黄大爷2家经常传出摔打、吵架的声音。他们都是上了岁数的成年人了，可这2个家庭最终还是走向了离婚的地步。吴大妈和黄大爷干脆随了前夫前妻的愿，领了结婚证住到一起。如此任性的行为让其他人见得目瞪口呆。张阿姨本来是想用低成本换取高自由，帮助大家过上安稳有爱的晚年生活，可就是不明白怎么会落得如此局面。都说人老了会变得清醒理智，但事实证明不见得，而且老年人犯错的代价远高于年轻人。3. 与其委曲求全，不如曲终人散。没想到最先打算退出的居然是邻居2夫妻。看到2对同事离婚重组，可能是害怕自己重蹈覆辙吧。不过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自己兜里没钱，过不上1日3餐大鱼大肉的奢侈生活，更喜欢小粥咸菜的粗茶淡饭。1年后，张阿姨终于认识到了事态的严峻。她在一次早餐的时间提出就此解散，各回各家。原本以为大家会很不舍，结果大家心照不宣地回房收拾东西了。到自己家后，张阿姨扑在床上一顿痛哭，心里推进了委屈，老伴也为之黯然神伤。自己倒是没有移情别恋，可是花了3万买保健品，不知何时才能吃完。他想安慰妻子，却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抱团的本质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家庭结成了一个紧密的组织，加强联系，互帮互助，而不是强行组成一个大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太远的距离让人感到孤独无助，太近的距离矛盾百出，让人心生不安。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异性之间的吸引，友情与利益之间的冲撞，都是无法避免的人性。抱团养老看似是低成本高自由，但只有当事人才会明白，维持不同家庭在一起很久的稳定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现实很残酷，抱团养老也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存在。当你拖累大家的时候，这个组合很难不抛弃你。看似幸福的背后，隐藏着无底的黑暗深渊。
这不禁让很多人都产生了怀疑的声音：抱团养老真的靠得住吗？对老年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拥有健康的体魄，身体好，老年自主性强，生活就幸福；身体不好，就肯定会受罪。不论是抱团养老，还是养儿防老，有一定的经济、人生独立性都是十分必要的。人生苦短，终归还是只能靠自己。愿每个儿女都能尽忠尽孝，像呵护水晶一样照顾老人的心灵。愿天下老人都能老有所依，安度晚年。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